今天我们来聊聊最近引爆华人圈的一个超级大瓜——澳洲23岁华裔富家女杨兰兰，以及那传得神乎其神的2700亿澳元存款传说。这个故事乍一听令人瞠目结舌。有人说她酒驾撞车被捕时，法官当场要求缴纳7000万澳元保释金，她居然几分钟内就掏出来了。更离谱的是，据说法院还查出她银行存款高达2700亿澳元，折合成人民币约 1.35万亿元。什么概念？一个23岁女孩居然拥有上万亿元资产。一时间，中文网络上疯传她是隐藏的世界女首富级别人物，甚至还被网友冠上了一个充满玄幻色彩的称号——天龙人。难道现实真有如此不可思议的神秘富豪？让我们一起把这出闹得满城风雨的戏码细细扒一扒，看看到底哪里是传言，哪里是事实。首先要澄清的是，那些传得满天飞的天价保释金与巨额存款纯属谣言。根据澳洲当地媒体的正规报道，杨兰兰确实于7月下旬在悉尼东部富人区玫瑰湾驾驶一辆价值近140万澳元的蒂芙尼蓝色劳斯莱斯库里南 SUV 与迎面而来的一辆梅赛德斯奔驰发生严重碰撞，事故造成对方司机重伤，而杨兰兰本人毫发无伤。事后她被警方逮捕，并以有条件保释等待出庭。但这里所谓的有条件保释，并没有任何媒体提到具体金额，更没有澳洲官方消息证实什么几千万保释金的说法。实际情况是，警方当场对她进行了酒精测试，初步结果为阳性，也就是疑似酒驾。然而她拒绝进一步的呼气或抽血检测，被指控酒后驾驶及拒绝配合酒测等罪名。之后她获准保释，需在晚8点至早6点留在住所，不得驾车等。8月15日，此案在悉尼地方法院首次开庭审理。杨兰兰并未亲自现身，而是透过视频连线出庭，整个过程仅持续5分钟。法官并未要求追加任何高额保释金，只是宣布6周后再开庭审理。在这场庭审中，网传的那些7000万澳元当场缴清的戏码压根儿没有出现过。澳洲司法体系的律师也出来科普，在澳洲，保释金的设定主要看案件性质和被告逃跑风险，跟有钱没钱其实没直接关系，更不可能来个谁钱多就收谁多的荒唐操作。一般交通事故类案件，保释金通常只需几千至几万澳元即可。例如2010年，澳洲历史上保释金最高纪录是500万澳元，还是对一名贩毒头目的。而普通酒驾肇事案的保释金常在5000至2万澳元区间。如果真担心嫌犯太有钱会跑，法院宁可拒绝保释，也不会漫天开价，因为那没有意义，拿钱买不到不要逃跑的承诺。所以7000万澳元保释金几分钟付清，纯属子虚乌有，理性想想也知道不可能。那么2700亿澳元存款又是怎么回事呢？这更是无稽之谈了。稍微了解一下澳洲的情况，就知道这数字有多荒诞。2700亿澳元相当于人民币 1.35万亿元左右，这金额几乎等于澳洲全国银行体系1/3的存款总额。目前澳大利亚首富是矿业女王吉娜莱因哈特，她的个人净资产约380亿澳元，只及传言中杨兰兰财富的1/7不到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传闻属实，杨兰兰不仅稳坐澳洲首富，甚至可以跻身全球富豪榜前5名，与马斯克、贝索斯比肩而立。然而现实中，这位23岁的女孩此前默默无闻，在富豪榜单上从没露过脸，怎么可能凭空变出天文数字的存款呢？事实上，澳洲媒体并没有报道她有任何巨额存款的资讯，这很可能是中文网络上某些人为博眼球恶意杜撰出来的。中国官媒前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也出面辟谣，直言这消息肯定是假的。胡锡进还打了个比方说，正规报道里只提到杨兰兰的豪车价值100多万美元，压根儿没提她缴了多少保释金，更没说她住哪。连最早报道此事的英国《每日邮报》也表示，事发1周后杨兰兰仍是个谜，她没有社交媒体，没有在澳洲注册的公司，甚至没有 LinkedIn 个人档案。在高度互联的现代社会，几乎查无此人。一个背景成谜的人被人凭空安上2700亿资产的头衔，可信度可想而知。胡锡进总结说，
有人编这种假消息，就是在挑逗大家的情绪，还是让子弹飞一会儿，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这句让子弹飞一会儿耐人寻味，毕竟虽然天价存款是假的，但杨兰兰本人及其背后的故事却真真切切吊足了公众胃口。让我们继续深挖下去，搞清楚大家为什么对她如此着迷，甚至相信那些离谱的传言。谣言戳破之后，更引人深思的是，为什么那么多人宁愿相信这些天方夜谭般的数字？答案恐怕藏在杨兰兰真实展现出来的生活状态中。虽然2700亿只是夸张的传说，但毫无疑问，杨兰兰确实是一位异常有钱、生活奢华的年轻女子。这一点从事故当天的细节就可见一斑。让我们回到事故现场。今年7月26日凌晨3点半左右，在悉尼玫瑰湾附近，一声巨响划破夜空。杨兰兰驾驶的那辆劳斯莱斯 SUV 高速撞上一辆对向行驶的黑色奔驰 SUV， 巨大的冲击不但震碎了夜空的宁静，甚至触发了附近商店的防盗警报。撞击发生后，奔驰车几乎被撞成一团废铁，而劳斯莱斯重达3吨的庞大车身则相对没那么惨，但车头也面目全非。令人后怕的是，奔驰司机是一位52岁的男子，身份后来确认是当地知名电台主持人凯尔桑迪兰兹的私人司机。他被困在变形的驾驶座中整整1个多小时才被救出。这位可怜的司机伤势极其严重，骨盆粉碎性骨折，10根肋骨断裂刺穿肺叶，脊柱多处骨折，脾脏破裂，大量内出血，右侧髋部和腿部不得不截肢。他的主治医生甚至悲观地说，这位伤者恐怕终生无法再拥抱亲人。可以想见，这场车祸对他的人生造成了不可逆转的改变。反观杨兰兰这边，因为驾驶坦克般坚固的顶级豪车，再加上撞击时安全气囊等防护到位，她竟然丝毫无恙。事后有目击者回忆，事故发生后她一度弃车逃离，慌乱中连脚上一只昂贵的乐福鞋都跑掉了。然而没多久，她又折返回到现场，当时救援还在进行，她站在不远处，神情冷漠地注视着被困车中的伤者，没有显露出明显的慌张或悔意。这种近乎冷血的镇定被许多网友解读为漠视他人生命，仗着有钱有势毫无愧疚。警方赶到后当场将杨兰兰逮捕，由于她拒不配合现场进一步酒精检测，只能先带回警局。在警局里，她依然拒绝接受血液酒精浓度测试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她被拘留的短短时间内，一支顶尖律师团队火速赶到了警局，为她提供协助。据说警方还收到了一封来路不明的特殊关照邮件，以及一笔200万澳元的神秘转账，仿佛在为他的事情打点关系。这类传闻目前无法证实，但在华人圈子里流传甚广。最后，不管是否因为律师团队的斡旋，杨兰兰确实在很短时间内就获批保释离开警局。当她走出警局大门时，面对守候的媒体，她竟然神色自若，手捧一杯咖啡慢悠悠走出来，身上还穿着那套价值不菲的香奈儿套装，头戴miu miu的渔夫帽，一副若无其事、云淡风轻的模样。这幅场景透过媒体传回国内后，瞬间激起了舆论的强烈反感。一个年轻女孩在异国他乡开着豪车，撞得别人家破人亡，自己却拿着咖啡悠哉悠哉走出警局，仿佛只是处理了一张超速罚单那样轻松。难怪许多人愤怒地感叹，有钱人的世界我们不懂。更有网友直接给他贴上天龙人的标签，认为他完全活在一个凌驾常人法律与道德之上的平行宇宙中。在解释这个称号之前，我们先说说杨兰兰案发后的一些更多奢华生活细节。随着澳洲媒体的跟进报道，杨兰兰逐渐浮出水面的种种豪奢行径也让人大开眼界。首先，警方调查发现，杨兰兰在澳洲竟无正式工作和收入来源，这与她表现出的雄厚财力极不相称。警方在核查她身份时，没有找到她在澳洲纳税或受雇的记录。她居住在悉尼东区著名的高级住宅区，据称是一套顶层豪华公寓，视野和地段极佳，价值不菲。她身边常备私人司机和助理，出入皆有豪车代步。除了肇事的那辆蒂芙尼蓝库里南，他名下至少还有一辆白色劳斯莱斯幻影敞篷跑车。澳媒在他住处采访时，
邻居就提到曾见他开过白色 Rolls-Royce 跑车。有邻居向记者透露，杨兰兰家车库里停着的车辆令人啧舌，曾有人看到一台未上牌的新款劳斯莱斯幻影静静停在里头，后备箱里甚至发现一张苏富比拍卖行的收据，金额高达80万澳元，不清楚是购买了艺术品还是豪车配件。更夸张的是，据监控显示，仅最近3个月内就有将近12辆各式超级跑车轮流进出他家的车库。试想，一个没有公开职业、年纪轻轻的女孩，却拥有如此之多天价座驾供消遣，这本身就是个巨大的谜团。邻居们还反映，杨兰兰平日很低调，很少与周围人来往，但每次露面都是全身名牌加身，香奈儿、迪奥等高级时装穿搭如同家常便饭。甚至有传言说，她逛奢侈品店从不皱眉头，常常整间包场随便买，出手阔绰到让店员目瞪口呆。而在事发当晚，有网友声称截图了他当时在 Instagram 上发的一条动态，配图是香槟酒，配文写着 Unlucky Night 倒霉的夜晚，似乎是在自嘲车祸给自己带来的不便。尽管这条动态很快被删除，但那短短一声倒霉更激怒了大众。他把撞得别人重伤残疾的夜晚轻描淡写地称作自己倒霉，可见其漠视他人命运、唯我独尊的心态。所有这一切迹象都让人觉得杨兰兰庞佛来自另一个世界，钱多的花不完，底气硬的惊人，对普通人的苦痛毫无感觉。难怪大家会怀疑他到底有什么惊天背景。现在我们来说说网友们给杨兰兰起的外号天龙人。这个称呼源自日本漫画《海贼王》中的一批角色。所谓天龙人，又称世界贵族，是漫画里居住在圣地的最高等族群。他们把自己当成神的后代，高高在上，平民在他们眼里如同蝼蚁。他们头戴泡泡面罩，豢养奴隶，享受特权，甚至杀人都无需负责。在中文网络语境中，天龙人早被延伸为对极端有权势特权阶层的戏谑称呼。尤其当某些公子哥、富二代肆意践踏规则却毫发无伤时，网友就会讽刺他们是活在天上的人。近年来，中国网络上频频出现对天龙人的讨伐声，例如炫富惹意的权贵子弟，或者仗势欺人的官二代，都可能被贴上这标签。而杨兰兰事件可谓把天龙人的传说推向了高潮。一个神秘的富家千金，在海外闯下大祸，依然自在逍遥，巨额财富来源不明，背景扑朔迷离，这简直就是天龙人的现实翻版。甚至有人调侃，杨兰兰比漫画里的天龙人还离谱，人家天龙人欺压的也只是自己世界的庶民，这位杨小姐直接横行到国外去了。可以说，天龙女成了杨兰兰在舆论场上的代号，一时之间传遍大江南北。有意思的是，就在杨兰兰事件发酵的同时，中国国内也爆出了一起让网友怒火中烧的特权事件，两相对照之下，更加剧了公众对所谓天龙人的痛恨。这就是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宾士辆正解事件。事情发生在广西防城港的一条乡间小路上。7月下旬，一位开白色哈弗 SUV 的李先生与对向开黑色宾士车的侯某某相遇在狭窄路段。正常情况下，双方应互相礼让通行，但那位开宾士的女子顽固地要求李先生倒车给她让路。李先生拒绝后，侯某某竟做出惊人举动，他掏出一本盖有行政执法字样的证件朝李先生挥了挥，威胁道：要不然我就亮证了。更离奇的是，侯某某车上的同伴居然直接喊出了李先生的姓名和住址，吓得李先生一懵。对方不仅耀武扬威，还似乎瞬间调出了自己的个人资讯。后来李先生把行车记录仪视频发到网上，引起轩然大波。网友给这跋扈女子取了个混名叫亮正姐，人人质疑她背景通天。当地警方开始调查并发布通报，原来侯某某并非什么官员千金，他父母只是普通村民，他自己是私企职员，所谓执法证是她老公的一名基层消防队员。而之所以能当场爆出李先生信息，是因为侯某某的父亲和李先生家是本地远房亲戚，正好认出他来而已。官方还解释了警察为何曾陪同侯某某上门要求李先生删视频，是由于侯某某报警称车牌被曝光，导致他频收骚扰信息。
警方按流程出警调解等等。总之，调查结果表明，这亮正姐并没有真正强硬的权势背景，一场虚惊。然而，尽管如此，当初视频曝光时引发的舆论愤怒却是真切的。人们已经对任何疑似依仗权势欺压平民的行为极其敏感，一有风吹草动就群情激愤地讨伐特权。在这种社会心理之下，杨兰兰的出现无疑是火上浇油。相比一个冒充执法人耍横的妇人，杨兰兰的排场和疑点要大得多。她的财力与神秘感让网友联想起无数可能的黑幕。难不成她真是哪位权贵的千金，亦或背后有顶级权力撑腰？否则一介年轻女子怎能在海外过上如此灯红酒绿、凌驾法律的生活？于是种种传闻如雪片般飞舞，从某红色家族后代到隐姓埋名的超级富豪之女，各种脑洞猜测此起彼伏。而开头我们提到的那则夸张到离谱的2700亿存款谣言，也正是在这种氛围下被许多人一开始当成可能的真相来谈论。因为大家心想，既然他如此张扬跋扈，那有个几千亿身家似乎也不是不可能。人们宁信其有，不信其无，反正现实已经这么魔幻了，多一点离谱成分也毫不奇怪。然而冷静下来，我们要问，杨兰兰背后究竟是怎样的背景？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官方确切答案，但民间与媒体都在挖掘蛛丝马迹。我们可以大致梳理几种主要猜测路线。第一种猜测，也是舆论场上声量最大的，就是怀疑杨兰兰是某位中国高层权贵的直系亲属，简而言之就是官二代、美官三代，或者根本就是哪个隐形富豪巨甲的女儿。许多网友直觉反应就是，这姑娘来头非比寻常，肯定出自权倾一方的家族。有人甚至脑补到离谱地步，胡乱把她和几位国内知名的红色家族挂钩，什么某某高官的孙女之类的传言一度满天飞。比如网上就有谣言说她是已故国家领导人杨尚昆的孙女，还有人把她的英文名 Lennon Yang 与另一位大佬姓氏硬扯在一起，说成是某核心的私生女等等。需强调，这些都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网络谣传。这类猜测虽捕风捉影，但支持者不少，因为这满足了人们对天龙人故事的一种想象。背后若不是位高权重的权贵老爹，如何解释杨兰兰纵横澳洲如入无人之境？如何解释她能年纪轻轻调动如此庞大资源，请得起顶级律师，拥有无尽财富？尤其她在澳洲还没有注册公司，没有公开商业活动，钱从哪儿来？很多人几乎要笃定，不是贪官外逃转移的资产，就是权钱交易的灰色收入。再联想到过去一些纪录片披露的案例，某些巨贪把妻儿送去国外，钱会过去几千万、几亿养家人，或者某权贵家族利用权力便利，在海外暗中揽下巨额生意，公众对此并非没见过。所以当杨兰兰出现后，一种近乎本能的怀疑就滋生了，她会不会也是那冰山下的巨鲸之一？就像前面提到的评论文章所说，由于中国过去确实有大量贪官和权贵在海外安置子女、情妇并转移资产，大众难免形成刻板印象，凡是碰到年轻气盛、财富不透明还狂妄跋扈的，十有八九其前来路见不得光。在杨兰兰身上，这些特征全凑齐了，大家自然而然往那方面想。特别她每次出现在镜头前都戴口罩，压低帽檐，绝不以真面目示人，这在一定程度上更让人浮想联翩。要知道，即使是一般富二代闹出丑闻，被媒体拍到脸也没什么大不了，杨兰兰却这么怕曝光，难道真有什么见不得人的身份？综合这些因素，大多数吃瓜群众已经在内心给她定性为不是官二代也是贪二代，甚至有激进一点的评论直接断言，杨兰兰身上100%有天龙人的影子，意思是即便表面找不到官方背景，深挖下去也离不开权钱勾结。还有人嘲讽，一个妙龄美女凭借智商和美貌就能捞到这等财富，说出来也太没说服力。可见很多人对没有权势纯靠白手起家成巨富的可能性是存疑的。这背后其实反映的是大众对现实的不信任与不平。我们身边努力工作的人这么多，也没见谁20几岁就富可敌国，如果不是生在权贵窝里，又怎会有这等造化？第二种猜测，有一部分信息来源似乎指向杨兰兰，
其实不是官家背景，而是出身商贾巨富家庭，或者干脆自己就是个手腕高强的年轻商人。随着事件传开，一些自称认识杨兰兰或者对她有所耳闻的人开始在网上爆料。有人在社交平台留言说，杨兰兰的英文名叫 Wendy Yan， 我大概知道是谁了，好像是做矿石生意的。这条留言引发关注。不久，又有网友贴出一张来自知乎的匿名爆料截图，发帖者署名是澳洲的 Jonathan。 他透露道，杨兰兰之前在做矿产买卖生意，主要是把矿山资源卖给一些企业、上市公司或国企，和一群圈子固定的人定期在澳洲聚会。这线索听起来颇具戏剧性，一个95后女孩居然涉足矿产行业。要知道，澳洲盛产铁矿和煤矿，中澳两国在矿业上有大量贸易往来。如果杨兰兰真在做卖矿山的生意，那很可能意味着她联系着中国的产业资本甚至国企资源。一介年轻女性能在这种领域游刃有余，要么是家族自身从事矿业，要么背后有权贵牵线。不过爆料者也表示无法证实这说法真伪，只是提供一种可能性。随后又有另一位自称杨兰兰熟人的人站出来发声。这位熟人说，他跟杨兰兰认识好多年，早在2018年还曾和杨兰兰合影留念。他提供了一张合照，不过照片中杨兰兰的脸被打了马赛克，看不清相貌。据这位熟人描述，杨兰兰在他印象里一直都是非常有礼貌、安静低调的女孩，和邻居们评价的有点害羞，不太讲话，很吻合。对于大家关心的身份背景和收入来源，这位熟人也给出了解释。他强调杨兰兰并非什么天龙人，人家一直就是踏实做生意挣钱。至于为何查不到杨兰兰父母的资讯，熟人表示，中国有钱人很多，在北美、澳洲这样的地方很常见。言下之意，杨兰兰的钱可能来自普通富豪家庭，只不过人家低调，没被外界熟知罢了。换句话说，她也许就是某个隐形富豪的千金，或者自己这几年趁着某波商业热潮大捞了一笔，这未必需要背后有官方背景，完全可能是经济浪潮中的佼佼者。毕竟改革开放以来，确实有人凭商业眼光和机遇，年纪轻轻积累巨额财富。比如互联网行业、金融投资里不乏20多岁的亿万富翁。熟人最后还感慨说，中国的财富28定律在哪儿都适用，极少数人赶上时代浪潮发了财，大部分人再努力也只能朝9晚5，不是所有努力都能过上富豪们天宫般的生活。我们普通人要保持平常心，知足常乐。这番话倒是相当冷静，试图劝大家别过度仇富。然而，熟人的辩白并未完全平息质疑声。许多网友看了之后留言道，如果他真没权力背景，怎么可能在矿业领域赚到这么离谱的钱？不信，就算不是贪官后代，搞不好也是给贪官洗钱的白手套呢。还有人干脆说，一个23岁女孩要涉足铁矿石买卖，还积累巨资，几乎不可能，即使有背景都难。最难的是现在根本查不到她背后是谁。由此可见，即便有人站出来为杨兰兰证明，大众依然难以买账。豪车和豪宅摆在那里，没有一个让人信服的故事，是无法解开公众心结的。客观来说，以上两种猜测都还停留在传言和推测层面。截至目前，杨兰兰的真实身家来源究竟如何，相关部门和媒体都未给出明确结论。我们能确定的只有：第一，她非常富有，远超一般人想象；第二，她确实没有明面上的事业或工作，但在澳洲过着极尽奢华的生活；第三，她的行为举止，无论是事故中的表现，还是处理后续的淡定，显示出一种饱含特权感的姿态。正是这第三点，使她成为众矢之的。因为财富本身也许会让人羡慕甚至妒忌，但如果富人能遵纪守法，低调谦逊，倒也不至于引发公愤。杨兰兰问题的症结在于，她被视作在用金钱践踏规则，蔑视公义。她酒驾几乎夺走一条人命，却似乎毫不在乎，挥挥手就能摆平。她背后若真有见不得光的利益链条，那更是对老百姓勤劳纳税成果的掠夺。这才是人们愤怒与好奇交织的原因。一方面痛恨这种不公，另一方面又迫切想知道这不公的源头究竟在哪里。杨兰兰事件
无疑戳中了中国社会当下对贫富差距、权钱勾结等问题的敏感神经。在这个故事里，有人看到中国巨大的贫富鸿沟，一边是打工人为了一点点几万元债务跳河轻生，另一边是所谓天龙人一天挥霍几百万如流水。有人看到金融监管的漏洞，普通人一年合法换汇不得超过5万美元，而那些权贵富豪却能千万上亿的把钱转去海外，仿佛有特权开了绿灯。还有人看到法治的不平，同样是交通肇事，我们普通人战战兢兢怕坐牢，而极富有的人却有手段规避制裁，甚至抹平罪责。种种对比之下，公众对杨兰兰这个人的兴趣早已超越八卦本身，而升华为对整个社会隐秘角落的窥探与声讨。正如有评论所说，见不得人的兰兰，见不得光的财富。杨兰兰本人也许只是冰山一角，但透过她，我们窥见了某些庞大而灰暗的真相。有那么一批人，长期生活在大众视线之外，钱多到我们难以想象，权大到我们难以企及，他们享尽荣华富贵，却很少承担责任义务。这些人也许正是社会不公平感的来源之一。那么杨兰兰事件会如何收场呢？目前我们只能静待澳大利亚司法给出答案。值得庆幸的是，事情发生在法治较为健全的澳洲，在那里不管你是何方神圣，酒驾肇事就是重罪。据法律人士介绍，在新南威尔士州，醉酒驾驶致人重伤可能面临最高7年甚至更长刑期，除非证据不足或者有特殊情节，否则难以逃脱法律制裁。杨兰兰的律师或许再厉害，也不可能让法院对如此严重的伤害轻描淡写。何况澳洲媒体和民众也高度关注此案，绝不允许因被告有钱有势就网开一面。目前看来，杨兰兰已被吊销驾照，缴纳了保释担保，并限制夜间行动。她接下来难免要面对漫长的法律程序和民事赔偿。可以想见，他砸再多钱也换不回那位司机残缺的身体。天大的财富也许能为他减轻一些刑罚，赔偿受害者巨额金钱，但无法让他全身而退，洗白声誉。从这点看，杨兰兰终究要为自己的狂妄付出代价。只不过，相比普通肇事者，钱对他而言或许真的不是问题。别忘了，有知情人预估，那位重伤司机未来索赔金额可能上看上亿澳元，约合几亿人民币。这笔天价赔偿对常人是天文数字，但对杨兰兰这种级别的富豪来说，也许只是九牛一毛。正因此，大众才担心法律的惩罚对他而言会不会失去震慑。如果最后结果仅是他掏钱了事，坐几天牢，又安然回到豪奢生活，那无疑又是在告诉普通人一个残酷的事实：在金钱堆砌的象牙塔里，正义有时也难以攀登。当然，我们也期待另一种可能，也许随着案件进展，杨兰兰背后的真相将水落石出。如果她的财富真有不法来源，或者涉及更大的腐败网络，那无论在中国还是澳洲，都应该绳之以法。反之，如果调查证明她只是来自一个隐形富豪家庭，钱虽然多，但来路合法，那么我们也应该理性看待。至少在法律上，她偿付了自己过错的代价，其他更多的是道德问题。我想，多数人之所以盯着杨兰兰不放，是希望借此机会撕开那层遮蔽巨额财富的面纱，让天龙人见见阳光，让隐匿的权钱势力露出马脚。这起事件或许只是冰山一角，但已经激起了大众强烈的反响。这本身就是一种进步，人们不再对特权视而不见，而是勇于质疑，渴望真相。就像胡锡进说的，我们不妨让子弹再飞一会儿。在未来的日子里，随着更多事实被披露，杨兰兰的故事也许还会有出乎意料的发展。无论结果如何，这颗2700亿澳元的超级大瓜都已经深深嵌入公众视野，引发了对贫富差距、权钱勾连的广泛讨论。可以说，杨兰兰之谜不仅仅是一起豪车车祸的八卦，更像是一面镜子，照出了现实中我们平常难得一见的那些人和那些事。至于镜子后面的真相究竟是什么，会不会牵扯出更惊人的故事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同时也希望法律最终能给出一个公正的交代，无论他是天龙人还是普通富豪，都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这场闹得满城风雨的传奇，最后能否给公众一个满意的答案？子弹正在飞驰，
我们一起等待真相落地的那一刻。